40-50万自主新能源旗舰 SUV， 两款大家关注的热门车型，理想 L9 和问界 M9， 这两台车到底谁的空间更大，谁的智能化和舒适性体验更好呢？那先说我这台 L9，首先这个前排啊，2块超大、超清晰的屏幕啊，是不是科技感拉满了？这个就是理想的家族化设计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。对，还有就是它整个设计啊，非常的简洁啊，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实体按键啊，能动口的绝对不动手啊。当然了，其实这台车呢，它是顶配版本嘛，所以第二排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电视啊，尺寸跟前排都是一样的，清晰度也是非常高。对啊，最主要呀就是带娃的时候，这个一打开真的是享受片刻的宁静啊！这个小孩啊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在车上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对于我这种奶爸来说啊，这些科技配置绝对不是对料啊，确实是非常实用的。但是这个的话要到顶配版本才会有的。对，然后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尺寸太小了。你先别急着吹啊，你待会儿看我那台问界 M9， 我给你看更好玩的。那我接着说重点啊，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，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这个座椅啊，舒服。这个座椅舒服吧？我说实话，这个座椅比我家那个大沙发还舒服呢。最主要的原因，一个是够软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头枕了。哇，这个头枕真的，我觉得理想这个 L 系列能卖的这么火，跟这个头枕估计有一半的关系。就把那个迈巴赫的头枕精髓给拿过来了。那比家里面沙发还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座椅呢，它都是支持这个座椅的通风、加热、按摩啊。第二排座椅空间也都挺宽敞的啊，翘二郎腿都没什么问题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第三排座椅它也支持靠背的这个电动角度调节，而且有这个加热功能。对，所以你看还有小冰箱啊，还有小桌板。对，这还有一个小桌板。所以全家人出去玩真的是非常舒服啊，非常省心。就是一个特别舒适的奶爸车。对，不过我觉得我那台问界 M9 更有惊喜。是吗？带你去体验一下。走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问界 M9。其实我这个车，我觉得前排内饰设计呢3块屏幕，而且这个屏幕是一个整体的，它不是分开的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更高级一些，而且对称美，所以看起来更习惯一些。我更喜欢简洁一点的，更简洁一点的。然后后排其实空间这一块，两台车没什么好挑剔的，因为毕竟有滑轨可以前后调节嘛，都很宽敞，这个没得说，是不是？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这台问界 M9 在细节上面拿捏的非常好。哪些细节啊？首先第一个，看见没？哟，遮阳帘。你那个是隐私玻璃，但我这个遮阳帘就感觉仪式感就出来了。这个有点豪华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来，咱体验一下。看见没？这个是电动的，你可以降下去。哦，你那个也是电动的吗？我这个不是，我这个是手动的。哦，这个是留给尊贵的客人的是吧？对。然后我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电动这个位置尊贵一点，它的电动呢确实要比理想 L9 的看起来更高级一些，包括这个手枕长度啊也要比理想 L9 的更长一些，更舒服，对吧？然后另外就是功能性这一块，你看理想 L9，如果你开座椅通风、加热、按摩，你需要够到前面屏幕上去，这个车全部集成在侧面了，对，用起来更方便，还挺方便的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杯架，所以细节上面这台车会做的更好一些。那我也得挑个刺啊。这个座椅你看啊，其实坐感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跟理想 L9 相比还是偏硬了一点，而且最主要少了一个小头枕。这个头枕确实差那么点意思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一点就是，你那理想 L9 不是有一个小桌板嘛？然后我这儿有一个电动腿托。哦，这是腿托哈。对。然后另外就是华为它自己的优势，你看这几个座位后面都有一个磁吸支架。如果你是华为的平板 Pad， 直接吸上去。我还刚准备问你呢，我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的？原来是就是小孩坐着可以看电视，这就是华为自己的优势点了。另外我们就把座椅都说完啊。我这台车的第三排座椅空间会更宽敞一些，而且很重要的细节就在于什么？我第三排的座椅它的滑轨也可以前后调节了。理想 L9 是只能调节它的座椅靠背，但我这个前后滑轨是电动调节的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我的后备箱空间利用会更灵活，包括我第三排、第二排的人员的调整也会更合理一些。我发现现在第三排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啊，不像以前的这个小板凳的感觉了。对，毕竟尺寸在这儿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娱乐影音这一块，你那是一个尺寸这么大的电视，这个投影仪，我这是一个激光投影。然后好处在哪儿？第一个就是它会比较大。然后呢，其实你躺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的观感会比较好。然后另外就是一家人嘛，如果坐在车里面，稍微有一点那种家庭影院的感觉了，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。
这个吧，优点确实是优点，但是我也看了一下，其实。首先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分辨率啊，我觉得是不如理想 L9的。第二个，它这个应该不是触屏的啊，达不到这个技术啊。还有我刚才扫了一眼，这个投影仪这不会顶头吗？这就是它的激光投影啊，我感觉有点顶头啊，不过在中间啊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突兀，然后显示肯定没有。那我选的话呢，我觉得。其实你觉得哪个好？我觉得还是这个屏幕电视更好。那我更喜欢这种投影的感觉，家庭影院。那我们各取所需。对对对。再和你说一个小细节，那你系个安全带看看。安全带？怎么了？发现没有？最尊贵的这个位置，你的安全带其实是集成在座椅上面的。哦，看到没有？你没说，我还真没发现。这个第一个就是。这个位置可能是老板或者家庭里面地位比较高的人，系安全带更方便一些。那我懂了，就是如果安全带在这个上面的话呢，我这样躺着的时候其实是不能保护的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，然后这种便利性做得也很好，是吧？挺不错。所以在细节这一块的话，其实问界 M9确实要比理想做的更极致一些。总体来看，两款车的舒适性体验在同级别都是足够优秀的。理想 L9的优势就是座椅更软，价格更低，而问界 M9作为后起之秀呢，智能化配置和细节做得更好一些，当然了，价格也更贵。